镇压了1000年的大魔头被意外放出，他立志要成为天下第一大魔头，每日绞尽脑汁干坏事，但每次都能阴差阳错地帮助人们。好了好了，叶明将军真是太灵验了。Oh no！ 百姓不仅把他当作神灵，还为他修庙建祠。随着每日来祈福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竟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当地的土地神。喂，你们他妈的快起来啊！我一个大魔头被你们拜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也就是老子现在魂体虚弱，不能对你们做什么。等小爷我恢复魔气，我全都给你们吃喽！我让你们拜。晚上，叶明正在祠堂中吸收阴气修炼，忽然感受到外间有阴气不小。叶明出来一见。夜空中有一队人，不，一队鬼，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神秘力量，而且全都比叶明要强。哎呦我去，这下凉了，都怪那群憨憨，天天对我拜得跟真的一样。这下好了，把抓鬼的都给拜来了，我这鬼生算是到头了。叶明，我乃炎华城隍，上山寺负伤已脱，我的来自是为此婚育上前受尊。城隍咒风，这是闹哪样？难道是我天天被拜出个编制来了？哎呦喂！你们说自己是城隍就是城隍啊！这年头连鬼都能装神弄鬼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冒牌货？要不先给我看看你们的城隍证。李拓差点被叶明给气笑了，指了指自己身上的神秘力量。那我倒想知道你的冒牌货能有这么正宗的阴间特效，这可不是5毛钱做的，这是货真价实的香火愿力。哦，原来一直在我身上包裹的是香火愿力。城隍老哥，什么是香火愿力啊？香火愿力都不知道，还真是个野路子出身。所谓香火愿力呢，便是汇聚了凡人信仰之力。我的灵魂之属修炼此力，可长存于世间，且不惧阳光。你受了2年半的香火，自然定了。哦，香火愿力有范围限制，你现在只能算是土地，离了自己认知的村子，自然就没了。没了愿力和孤魂野鬼没有任何区别，随时都会被城隍灭上。好啊，多说无益。老张村叶明平衡，进封我为老张村上河湾下河湾3村主得正职。等等，为什么还让我坐上河湾下河湾的土地？是这样的，各城王子现在人手紧缺。叶明对此并不在意，他又不打算履行身为土地的职责，只想怕拒绝后会被发现，还能享受身为土地的便利。原来没了身上这愿力就可以吸人血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叶明便决定今晚就行动，找个倒霉蛋杀了取血。村外20里外关道旁边的一处破庙中，正有一群人在此休息。大哥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在这里怕是不安全，我觉得还是连夜赶到府城的好。山路难行，黑灯瞎火的，万一落下了山崖，人死了不说，货也交不上去，到时让镖局的兄弟们怎么办？大哥说的在理，只是我听说这条路上不怎么太平，说是有脏东西。我们这么多人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出门前带了金光道长开过光的符囊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哦，金光道长在这一带好像还挺有名的，可是他的东西老贵了。大哥，你的符囊花了多少铜钱？道长说与我有缘，原本要50两银子的灵符，5两就卖给我了。就在此时，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来，循声望去，便见一个美貌妇人怀抱婴儿走来。那妇人看到一群汉子，吓得大叫一声：“哦，妈呀！”这位夫人不要怕，我们兄弟都是外出走镖的，只是在此地歇息，没有恶意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一个人走在路上？看到几人没有恶意，妇人便放下心来。小女子娘家是府城的，后嫁到了封家村，生了2胎都是女儿。丈夫恼羞成怒，一纸休书，将我和才出生不久的女儿赶出了家门。现如今这肚子里实在没东西，走不动了。络腮胡见妇人实在可怜，就从自己的干粮袋里取出一块土地。妇人也看破了络腮胡的心思。小女子此生已决意不再嫁人，今日蒙大人相救，无以为报。若大人不嫌弃，小女子愿以此身报答大人恩情。妇人将孩子交给镖局大哥，只身一人朝着不远处的小树林走去。络腮胡站在原地抓耳挠腮，去也不是，不去也不是。大哥轻轻摇晃着怀中熟睡的婴儿，朝着络腮胡做了一个滚的嘴型。众人都怕吵醒了大哥怀里的婴儿。时间缓缓流逝，很快一炷香过去，看不出刚子还挺厉害，上次去逛窑子他都没用这么久。可能是好久没碰女人了，要多释放一下，理解理解。又过了一炷香时间，络腮胡还是没有回来，众人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不应该啊，孩子还在这儿呢。老陆，你们去找刚子。结果那3人去了之后，半晌也没有回来。大哥，是不是出事了？不管他们了，货要紧，立刻启程，哪怕拼了命也要把货送到。随着马车离去，破庙顶上忽然出现一道人影追了上去，路边飞出一个西瓜大小的黑烟团，
正是叶明。本将那几个镖师当做这次目标了，居然还有更厉害的东西盯上他们。夫人确实是人，但不知被其用什么手段胁迫控制了。不出所料的话，对方的目标应该就是镖师押送的货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宝贝呢？还好我提前取了出来。看向被放在地上的女婴，叶明感觉到吸血的本能开始催促着自己，随即飘到女婴面前，幻化出一张嘴。女婴见到一张嘴在面前飘舞，噗嗤一声笑了起来。感觉好幽默，老子可是要成为世上最厉害的大魔头的，第一次居然是要杀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女婴，不行不行，以后说出去要被同行笑死。算了，反正今晚出来白捡了一个宝贝也值了。老张村有个寡妇，20来岁就守了寡，平日里全靠织布挣些钱用。张王氏听到门外有女婴的啼哭声，见女婴生的白嫩，哭得可怜，张王氏心软，给抱回了屋里。回到祠堂，叶明打开锦盒，里面放着一纸帛书，散发着些许的道门紫气。正玄五行法，城隍发的新神须知里面强调了正玄门这个门派，那可是建立至今近2000年的名门大派。没想到那群镖师押送的居然是正玄门的正玄五行法。不过我一个大魔头要这东西干什么？引天雷自枪啊！我怎么这么傻？像我这样千古无一的大魔头，将来肯定会和正玄门对上的。现在先了解他们的法术，将来遇到了好做应对啊！老子真是个天才。想到这里，叶明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，捡起正玄五行法研读了起来。张王氏自从多养了一个女婴，本就拮据的生活更加艰难了。为了照顾女婴，不得不每天出门挖点野菜。这一出门，那可就躲不过张铁三那群破皮无赖。哎，嫂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关你的事，让开。还挺泼辣。听说你捡了个孩子，就是他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既然你这么喜欢孩子，不如自己生一个怎么样？一个人生不出来的话，兄弟们可以帮你一下。张铁三正要行动，忽然刮起一阵大风，张铁三把头吹得东倒西歪，一群人都进了河里成了落汤鸡。妈的，哪儿来的怪风？铁三哥，你说我们是不是中邪了？走，都跟我去叶明祠上炷香，有事让神仙去刚。祠堂的人见村里的泼皮前来，都有点紧张，不知他们又要闹什么幺蛾子。张铁三刚到正堂，就见堂中忽然吹出一阵风，无论如何也进不了正堂。这下泼皮们彻底慌了，一个个都吓得在堂外连连咳。堂内的其他人见此，心中不免爽快，都对这位叶明将军肃然起敬。真是苍天有眼啊！叶明将军显灵了，是个好神仙啊！头一次见神仙帮着收拾泼皮无赖的。正堂内飘在香炉上方的叶明收回了火力。这群傻屌在欢呼什么？我只是想试一下自己修炼的法术怎么样而已。见方法可行，叶明又美滋滋的研究法术去。他却不知，一条关于叶明将军治泼皮的传闻就此传开来了。这天晚上，叶明正在闷头练习新法术时，忽然又感觉到祠堂外有一股气来，还带着一股子香火愿力。叶明见来人和上次不一样，他们的腰牌上写着罚恶2字。吾乃父城城隍亮罚恶司副手张德才，叶明，你可知罪？上集说到，镇压了1000年的大魔头被意外放出，他立志要成为天下第一大魔头，可绞尽脑汁干的坏事都成了造福百姓的好事。最后不仅被封为了当地的土地神，还奉命接引村中去世的人。我这是死了吗？对，死了，死得很彻底。那您是叶明将军？是老子我，现在你暂时归我管了，跟我去祠堂，我会通知府城隍的阴差来接你走的。将军，村里人去世都是由您在接引吗？您长得可真帅啊！喂，我说老头儿，拍我马屁可不顶用。这么着吧，待会儿给你安排个首冲豪华大礼包，直接送你骑上神鹤，来场说走就走的西天之旅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够了，够了。傍晚时分，就来了2个阴差接人。送走了阴差，叶明发现老头的体内还有一股子怨气。心神须知说过，如果有怨气一直不散，就有一定可能尸变，只是时间不确定，可能10年8年，也可能是几十年。叶明一路飞了20多里，终于找到了老头下葬的地方。随后叶明魔气涌动，下一刻刚买好的土全都飞了出来，周边的阴气都开始向老头聚集。这下只需2、3个月，老头儿就会尸变了，那场面一想就刺激。不算完的叶明施法拌了一堆水，直接将其全倒进了汤中。叶明一个连人都没杀过的可爱魔头，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他只想知道僵尸能不能从水泥坟里面爬出来。叶明的所作所为引来了城隍程鄂司的不满。吾乃府城城隍庙罚恶司副手张德才，叶明，你可知罪？看来我1000年大魔头的身份暴露了，我就说我不当这土地，你们非叫我当，这下真死翘翘了。念你初犯，皆父为师为行善，同情处罚，放我1月相公。啊，就这？怎么，你敢与凡人服侍，擅行上法？你是先发的轻了？
原来是这个啊！没有，惩罚很公正。你们有意见就好。还有一事，你说的迷宫不但它不会发我的香火，还能在额外上赐你更多香火。不知是何事。前几日，阜成路员外花中进为小儿子所求的功法被欲要解读而去，其若是从你的地界经过，要及时禀报，能得3月香火全烧。我会留意的。等罚厄斯几人走远，叶明拿起正玄武刑法。谁能想到这东西在我手上呢？不过自己这次堂建造，卢员外就出了不少力，现在又拿了人家的东西，这么一想，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。呸，不好意思个屁，害人让人记恨，这才是魔该干的事。自己这事干得漂亮。过了2天，叶明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，上河湾的祠堂建好了。叶明瞬移到了上河湾的叶明将军祠中，这地方修的不如老张村的好，不过能让我在这村子里活动就不错了，看看能不能寻点猎物啥的。上河湾的北面有一栋独立的院落，这里面住的可不是一般人，而是卢员外的小女儿。小女儿随母亲姓文，是卢员外60岁才生下的，自幼体弱多病，不招卢员外待见，就被安排到上河湾的别院住着。叶明在文小姐的院落中看到了一笔阴气，纯阴之气。院落外墙上贴着有些年月的陈旧符纸。到了内院，便见到了一个女孩持着本书细细观看文小姐身上的阴气，至阴至纯。只是漂浮在她身边就感觉很舒服，如果能将她身上的阴气全数吸取的话，那自己的修为恐怕会直上几个台阶。老子一定要吸光她的阴气。叶明化为一团黑烟，停留在文小姐头上。原来文小姐看的不是什么经史子集，而是俗世话本。这俗套的烂故事有什么好看的？傻子才看呢。拜托你快点翻页啊，看个书而已，这么慢的吗？小姐，这书你都看了3遍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向来不喜看那些诗词文章之类，这样的市井小说最合我意。小姐，你是卢家女，将来要嫁的可是大户人家，要是人家知道你喜欢这些，会被人家瞧不起的。魏一，你能帮我再弄些市井小说吗？小姐，我说的话你是一点也听不进去啊。听进去了，可我就是喜欢市井小说嘛。魏一，好魏一，算我求你了，帮我想想办法嘛。见没有书可看了，叶明便出了小院。出来后发现北方几里外有鬼气萦绕，一只阿飘正鬼鬼祟祟地盯着文小姐的院子。看啥呢？喂呀，你是谁啊？你又是谁？我是陈拉平。不对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老夫是谁？你还不配知道？你是吗？知道就好。老夫问你，你在此作甚？没什么，就是到处逛逛。不说实话没关系，老夫正好也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，就随便吃点垫肚子好了。我头爷爷，我是移山鬼王派来的，大王让我盯着那栋院子里的文小姐，一旦发现有人离去，就立刻向大王报告。叶明虽然没去过一山，但也知道这个地方。这一山鬼王一听就不是个好惹的主。你们大王注意这里多久了？文小姐一搬过来不久后，大王偶然发现了她，之后就派我们来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我只是个配角，小配角。这位移山鬼王定是看中了文小姐的纯阴之体，只是文小姐院子里符纸太多，大部分鬼怪都无法接近。文小姐的阴气是老子的，什么狗屁移山鬼王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保证文小姐近期都不要出门。至于稳住文小姐的方法，那就是府城里弄些俗世话本给她，这都是为了不让移山鬼王得逞，和叶明自己想看没有半点关系。这天，老张村学堂里的白先生要回府城一趟，这让叶明眼前一亮。有了白先生的浩然正气掩护，根本不用担心被府城的城隍发现。老子真是个天才！嘿嘿。到接近傍晚时，总算到了府城。叶明进了书店，将每种小说都选了一本出来，也不论其是盛行的还是冷门的，就算每种只带一本，加起来也有20余本。白先生说过，读书人窃书不算偷。书是都住了，可是却有一个大问题，带上书之后，叶明就无法穿墙了。从空中飞出去，找死吗？生怕城隍庙阴差发现不了自己。就在叶明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却听到外面街道上有水的声音。岩画府的地下排水工程还是做得不错的，修建了不少暗渠。如果从暗渠走的话，嘿嘿。叶明从出口出来时，发现已经出了城。正在叶明暗自高兴时，忽然有了一种源自本能的危机感出现。在他刚躲起来不久，便见2只鹰叉从城中飞了出来。奇怪，明明有东西触动了不知在暗渠中的帝王，怎么会没留下痕迹？按理说，以帝王的灵敏反应，不该出错才。难道那邪物已经强大到能够隐藏自身业力？正在此时，便见暗渠中钻出一人，一头栽倒在地上晕过去。这不是那个朝廷逃犯庞武忠吗？就是他。朝廷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穷凶极恶之徒，可我怎么看他身上有一股子正气？是有正气，估计是被冤枉的。罢了，人间事与我都早无关系了，休要在意。我观此人身上虽有一股正气，但杀气也是十足，少说杀过几10人。如此浓郁的杀气，的确有可能触动帝王的法眼。我是如此就说得通啊。逃了，此人之事不归我们管，我关他伤势，就算侥幸逃脱抓捕，也没解可活了。
到时候说不得还得你我来接他。两阴差聊着聊着便就远去了。叶明飞到庞武忠身边，现在的庞武忠十分虚弱，根本无法阻止叶明吸走精血。只是叶明反而有点犹豫了。现在就算吸干了庞武忠，最多也不过能打赢1、2个阴差，而且要是染上了孽力，可就没办法再当土地了，也就意味着再也没有机会吸收文小姐的阴气了。想通了这一点后，叶明幻化出一张嘴，对着庞武忠一吸，这可不是吸他的精血，而是吸走他身上的温定之源。庞武忠痛苦地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这些布条在自行往身上缠，大惊失色。哪来的妖怪，竟敢暗害洒家！上集说到，叶明为了吸取文小姐的阴气，冒死去古城寻了20本女频小说，途中阴差阳错下救了一位朝廷罪犯。男人痛苦地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这些布条在自行往身上缠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哪来的妖怪，竟敢暗害洒家！叫什么叫？没看到老夫在为你疗伤吗？庞武忠只听到声音却不见人，虽然惊奇，但却不是很怕。不知是哪位神仙救了洒家？老夫福德正神是也。多谢老神仙相救。敢问老神仙，您此番可是为了帮洒家伸冤？糊涂！你们凡人之事自己去处理，老夫救你不过是顺便罢了。叶明才不想管那些个闲事，他连土地的职责都不想尽，更别说去帮一个食物。老神仙说的是，洒家现在无处可去，还请老神仙指条明路。你去下河湾里找一位瞎眼老大夫，他会给你疗伤的。另外，再把这些重要文件放在叶明将军此里，切记途中万不可偷看。这东西也不轻，自己还不能独自在外，时间过长，要赶紧找白先生掩护才行。回到城中，便见一个道士正压着一只妖怪在人群中叫喊：“道长开恩呐！我也是妖啊！我们都是反派啊！是谁给反派？金光道场威武，有金光道长在，真是百姓福音啊！”这是妖怪，这分明是人假扮的嘛！等等，金光道长不就是破庙里那压标人说的骗子吗？一群人求金光道长给算卦，一时间金光道长摊位前人满为患。这位道兄，你这妖物不对。此时，一个同为道士打扮的人站了出来。这位道兄，你要来找贫道算卦？道兄，修行中人应当以济世救人为己任，你怎可在此欺骗众人，赚人钱财呢？诸位，这位道兄说贫道是招摇撞骗之辈，那今日算卦就到这里，贫道告辞。这一下子，周围的众人全都不干了。这是哪来的野道士，竟污蔑金光道场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就是，我看他就是嫉妒金光道长的名气和高深法力，来这里捣乱的，让他滚出炎化府。众人将死本道人扔到了另一条街上，叶明大呼过瘾。作为一个大魔头，还是喜欢看到道士吃亏的样子。这么看来，那个金光道长也不是那么可恶了。白先生此时正在炎化府卢员外家，此人正是60岁老蚌生珠文小姐的生父卢员外。晚生白谦见过老大人。俨然啊，许久不见了，家中可还好？白先生的父亲与卢员外乃是至交好友，曾一同在朝为官，只是没想到最后丢了性命。大人能否帮小侄寻一幅字画？那是父亲生前为数不多的收藏，当初离京匆匆，没来得及带出来，及至弥留之际，仍对那幅字画念念不忘。不知是何字画，让他如此痴迷？千里饿殍图。什么？所谓千里饿殍图，是1000年前一位不知名画师所作，历来被认为是象征着亡国的不祥之物。卢员外连忙示意白先生不要再说了，并表示自己一定帮忙。万万没想到，那老家伙竟然敢收藏这东西，当真是不怕被诛九族吗？要是真实爆出来，我绝对撇不清关系。事情都办完了，回老张村的途中，叶明偶然发现白先生正和一个邋遢道士结伴而行。这不是吃瘪道士冲准吗？他也去老张村。让先生见笑了。我此行是为寻师门丢失的物件，据说是被一名女妖夺走，如今大致感应到物件在老张村附近。女妖师门遗失，物件老张村，他该不会是正玄门出来的吧？这臭道士怎么没被人打死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。叶明回到祠堂处理好了东西，才松了口气。随后瞬移到了下河湾祠堂中，果然看到了让庞武忠放在这里的20多本小说。小姐，你说这些书是哪里来的？当然是神仙送给我们的啦。文小姐伸手蒸了正发簪，一旁的绿衣有点奇怪。小姐以前从没有这个习惯的，难道是快长大了，更爱美了？有叶明在时，文小姐受到阴气的影响会降到最低，就连晚上睡觉都会更加香甜。这天上午，冲准道人一身脏兮兮的下山了。福德正神在上，还请接济一下贫道，贫道快饿死了。道长怎地弄得如此狼狈？那天杀的妖怪竟然将那物件绑在山猫身上，害得我在山里转了好几天。要不是贫道有些手段在身，能不能活着出来都是个问题。不知阁下对附近妖鬼之事有多少了解？道长有所不知啊，此地300里外有一座夷山，山中有一鬼王，号称夷山鬼王，自疗法力高深，害人无数。小神这点微末修为，在那鬼王面前根本毫无用处。别的不说，在我村外就有不少鬼王的眼线在盯着，随时在找机会为难小神啊。正是莫急，贫道师兄已派人来相助，待贫道略作休息，定将那夷山鬼王铲除。文小姐可是自己的头号储备粮，就凭你也敢打他的主意，弄不死你！
夜晚，文小姐正坐在屋里发呆。小姐，这么晚了，该休息了。不，再等等。不知为何，绿衣总感觉小姐的话里面带了点情绪。最近也没人惹小姐生气啊，小姐这是闹哪出啊？忽然，绿衣又见小姐面上露出了微笑，伸手扶了扶发簪。好了，睡觉吧。奇怪，小姐到底是怎么了？次日，村子里来了一个身形微胖的和尚。冲准道兄安好，贫僧智素受贵派静安道兄所托，前来相助。大和尚受苦了，不妨事，除魔未到，本就是我辈职责所在。三人研究了一番，选在了离义山20里外的老鸦山布阵。叶明打算先一步去看看可有什么不妥之处。刚进山不久，就听到了敲锣打鼓声，似正在进行什么欢庆活动。吉时已到，请神童神女。只见笼子里关着一男一女2个小童，后方还有几个一直抹泪的男女，看去似是他们的父母亲眷。村人们不顾2个孩童的哭喊声，逃也似的下山去了。一阵阴风袭来，一个老婆婆飘忽而来。搬山君，今年的祭品已经送到了。不多时，一头吊起白黄虎走了出来。你这让人行祭品的法子深得我心，不用自己费力，便可享用上好学识，待我功成，必不会亏待于你。祝搬山君早日功成，踏平移山，生吃鬼王，得道成仙，仙福永享。凭什么自己混了这么久，一个人都没吃到过？这个臭老虎竟然可以一点力不出，安心享用血食，这太不公平了！叶明涌动魔气，屈指一弹，一手直指搬山君的屁股。你这魔头，我无冤无仇，为何突然袭击于我？搬山君莫要误会，早就听闻搬山君志向远大，修为不俗，贸然出手，其实是想试试山君神通。是我本女，你待如何？老夫想与山君联手，共同诛灭那移山鬼王。正灭移山鬼王，你与他有何仇怨？老夫与他没有仇怨，只不过看上他一件宝物而已。你我联手，移山鬼王由你吞食，他的宝物由老夫取走，不知搬山君意下如何？师徒相拦，我虽有可知推我之能，但若是修为相差太大，也是无用。不知阁下可有应对之法？不必忧心，到时自有人会与那鬼王死斗，你我只需坐收渔人之利便可。通过搬山君所言，除了自称移山鬼王的厉鬼和2当家陈汉三以外，还有一位鬼姑。这鬼姑原本和陈汉三甚好，但在移山鬼王来了之后，就抛弃了陈汉三。移山的2头领陈汉三是在忍辱负重，以待时机，如此倒是有文章可做了。此时的陈汉三正坐在大殿主位旁边的副位上，缓缓从壶中吸取阳气。2头领，我们派去监视的小鬼发现了上次打伤您的道士，而且身边还跟着一个不好惹的和尚。那又如何？大王现在神功未成，就已经压得您抬不起头了。一旦功成，你是说借刀杀人？不多时，外面便传来了驱鬼经文。初始众鬼还不觉得有什么，可是没多久，这些鬼魂便一个个头昏脑胀。鬼姑受不了了，直接去请大王出关。随即，7使汉子执起看到了正念经的智素以及在一旁护法的冲主。鬼姑欲上前助阵，却被陈汉三拦住。大王法力无边，不用帮忙。另一边，搬山君和叶明也是在暗中窥伺，地窟中的鬼怪也不见出来助阵。冲准、智素2人很是意外，他们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。一山鬼王见自己将要落败，反手一个布袋手智素就扔了出来，智素便被吸了进去。这就是你看上的宝物，是挺厉害的。叶明之前不过随口胡诌诓骗搬山君而已，谁知一语成谶。冲准道人见智素被鬼王收走，一山鬼王躲避不及，直接对躲进了地窟中。这下麻烦了，智素和尚被擒，想要再诛除移山鬼王，可就难了。大厅中，智素和尚被定在阵中，一身佛法都施展不得。大王，您怎么样了？伤得重不重？放心吧，一点小伤，很快就好了。扶我回闭关室。进了闭关室，移山鬼王将鬼姑也给赶了出去，并交代任何人不得靠近闭关室。谁也不知，某个天下第一盖世魔头已经先一步藏在里。智素和尚说过的，鬼如果真的受伤过重，想要恢复，就必须在阴气浓郁之地沉睡一段时间才行。他怎么会是在打坐？有问题，有大问题！闭关室的大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打开了，一个略显消瘦的人影走了进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陈汉三。上集说到，叶明在猫妖的带领下，来到了灵魅真人羽化的秘境之中，寻得了几件宝物和一个剑诀。只是叶明是魔，不能用真人留下君臣名3气，但可以采集人间3尸之气代替修炼。这本剑诀太厉害了，老子一定要修成，从而成为世间第一大魔头。只是看样子要收集3尸之气才行。次日，老张村祠堂中来了一个乞丐。人身之魔，看来你得了灵魅真人衣钵。你能看见我？障开则明，灵魅则会。一魔身修灵魅倒是刚好，须能超过灵魅真人。你是在寻3尸之气？寻之不得，请前辈赐教。3尸之气世人皆有之，
但多不堪用，少数堪用者亦是难寻。你若想寻，我可教你。此书名为甲子占，共天地人3册，此为人册，善算人事祸福。以此可寻上品30之气。上品30之气虽好，但还不足。若能寻到30气中验、智、伦为最。验、智、伦，你可有志向？我要做盖世魔头，祸乱天下。大风起，黄沙卷，山峦震，江河决，庙堂乱，江湖杀，富家破，贫家亡。新的魔头又要出世了。我定会成为历代最强魔头。小院内那纯阴之女万不可似，否则祸大难治。我加入幽冥，可顺带寻活人纯阴修行之法，若有得，便与之。前辈去幽冥有事，自天庭远去，只得飞升，不得下界后，幽冥亦有远离之危。我此去便为一探究竟，将此珠子交给纯阴之女佩戴，可缓解1年阴气侵蚀。阴气满后，此珠赤黑，其吸走其中阴气，复可再用。我将去幽冥，这副肉身便借于你了，你可用此肉身踏遍山川湖海。还未请教前辈姓名。我名杨路明，原是天目门弟子。天目门最善灵目，神眼神通。我派祖师乃清源妙道真君杨真是也。门中憎恶人妖之恋，我父为门中大长老，暗中违规，与一路女生我。我生具神眼，却不受门人喜爱。后我母允没，我父被罚终身幽禁，我亦被逐出，独自闯荡100余年，乃有所成。你有我之躯，切记留意天目门之人，万不可在天目门人引下现出魔形，否则必被追根溯源，在劫难逃。叶明没想到这位大佬居然还有这样的骨气，可需我为前辈报仇雪恨。不必，该报的仇已报了，你只需小心便可。一罢，叶明发现只有一具空壳在此。深夜，此时文小姐正裹着厚厚的被子，闭目躺在床上，表情痛苦。因为叶明这1月多时间都在秘境修炼，文小姐的身体自然就受不了了。他会回来的，会回来的。小姐，别说话，我给你煮了1碗粥。绿衣，我没什么胃口，不吃东西怎么行？多少都要吃点儿。这时，叶明想到了办法。虎骨有增骨生肌、强身健体之效，上次搬山君的尸身闲着也是闲着，正好可以给文小姐试试。文小姐吃了以后，身体立马有了好转，随后一连吃了3碗，最后很不淑女的看得绿衣满眼的不可思议。今天的小姐简直是变了一个人啊！绿衣，你也吃些吧。一口吃下，绿衣瞪大了眼睛，这也太好吃了！自己的厨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？下一刻，绿衣发出了惊恐的女高音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”绿衣一双3寸金莲已然变成了大脚，说是大脚，其实也不过是这个年纪女孩正常大小罢了。我的脚怎么变得这么大了？小姐，你的脚也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大脚也有大脚的好处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怎么不是坏事？小姐，你见过哪家大户人家的小姐是大脚的？只有那些山野村姑是大脚。谁说的？我可听说本朝太祖的皇后，母仪天下的女人，她也是大脚呢。可是没事的，你看我不也是大脚了吗？我们都一样。绿衣调整了心态，伸手去拿桌上的食盒，然后食盒就被绿衣直接甩飞了出去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很快，绿衣发现了问题，食盒变轻了，一用力，直接将桌子拍了个粉碎。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看着绿衣的窘迫样，文小姐扑哧一声笑了。小姐，你还笑？绿衣，你没感觉自己的力气变大了吗？好像是的。小姐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我也在等呢，等他主动现身。叶明见此，知道装不下去了。文小姐，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我的？你第一次在我头上修炼的时候。那我当时试探你，你为何装作看不见？因为觉得有气。你是叶明将军，是你一直在帮小姐，那些书都是你送的，我们的脚变大也是你搞的鬼，快把我们的脚变回去，快点！绿衣不得无礼，你们脚变大真是意外，我也不知怎么变回去。说你偷偷接近小姐，你有什么图谋？绿衣，叶明将军是本地神明，怎么会心怀不轨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经常进小姐的房间来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能闯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的房间？可我不是人啊，我是神仙，而且我可以随意变换形态的。说着，叶明直接变成了绿衣的样子。绿衣见此，直接惊得哑口无言。采薇多谢叶明将军这些时日的照料，今后也请叶明将军多多关照。今后可能不会常来了，我近期要去寻找一些东西，这枚珠子你拿着，可保你1年不受魔气侵扰。还有这本功法给你，我不在得这段时日，保护好你家小姐。那还用你说？那要多久回来？1年必回。文小姐有些沉默，不知可否允我一试？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文小姐抓着叶明的手臂飞在夜空中，看向黑夜中的村庄。原来从空中看去，即便是平日里见惯的景物，也会有所不同。世间如此博大，可我等女子终一生也只能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，何其遗憾。等我成盖世魔头，祸乱天下，第一个就要违反纲常，让女子也能如男子一般游遍五湖四海，名山大川。这样的坏事可不好干成，我们的大魔王可要努力了。这一晚，
文小姐不知飞了多久，将整个老鹰山范围都逛了一遍。绿衣见文小姐回来，拉着文小姐检查起她全身上下。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。算你识相，你能看见我了。呵好，我照着那本书试着学了一下，感受到了书上所说之气，如今也算是修行中人了，自然能看到你。一般人修法想要入门，恐怕没个3年5载，那是不成的。没想到绿衣不到1个晚上，还是无人指导的情况下，就已经摸到门道了，这天资当真恐怖。几月后，城中莫名多了一个算命的瞎眼乞丐。这日，酒馆伙计刚开门，就见到一个破衣烂衫的乞丐出现在店门口。去，一大早的还没开张呢，就来要饭了？没有，一边去！我不讨饭，我来救人。救人？你先救救自己吧。我来救一个女娃，你要是不让进，那一会儿可得亲自来请了。伙计只当乞丐在胡扯，根本不信，将乞丐轰了出去。刘掌柜闻声来到前厅，小五，何人在外边喧哗啊？来了个乞丐，让我给赶走了。哎，我平日里不是说了吗？遇到困难之人，能帮便帮上一帮。掌柜的，不是我不帮，那乞丐为了蹭吃的，瞎说什么事来？咱店就一个女娃的，您说好笑不？这年头为了点吃的，什么都编得出来。刘掌柜听到小五说救女娃后，表情一变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这么说的。掌柜的，怎么了？这几日我家小丫头一直昏迷不醒，这是神仙来救她了。快去把人追回来！什么？那乞丐临走前说赶走了他，肯定还要亲自去找他，没想到也应验了。幸好那乞丐没有离开，而是躺在一处墙角。乞丐高人。你来了，高人，您说的对，我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刚才多有得罪，现在向您赔罪了。我们掌柜的让我来请您。好，态度还算诚恳，那走吧。只见一个女娃像是睡着了一样躺在床上，刘掌柜说已经睡了7日有余了，再不醒来，饿也饿死了。这女娃现在情形危急，耽搁不得，你需速速按我的药方抓药才行。锅口大的笼屉5层，准备40斤粗面，4斤细沙，粗面细沙混在一起，做成馒头，全部蒸熟。蒸馒头本就不复杂，不出1个时辰，5大笼屉馒头就已经全部蒸好了。请问先生，这馒头一顿给小女吃多少？给她吃？谁说要给她吃？这不是给小女准备的药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些馒头都是给外面那些乞丐穷人吃的。带人将所有的馒头带上，分给附近所有穷人乞丐，让他们吃顿饱的。这先生菩萨心肠，救助穷苦，某自愧不如，只是不知小女的病。这不就是治病的方法吗？这是何方法？请先生指教。将女娃娃带来，放入笼屉中，用大火蒸上2个时辰，保管病愈。什么？蒸活人还用大火？你见过用笼屉蒸人来治病的吗？这个女娃前几日突然昏迷不醒，找了许多大夫也是无能为力。直到这天门口来了个瞎眼乞丐，将人带来，放入笼屉中，用大火蒸上2个时辰，保管病愈。蒸活人还用大火，这怎么行？我问你，你那女儿近年来可做过什么伤人害命之事？不曾，我女儿一向乖巧可人，怎会做此等事？既然掌柜的不愿说实话，那贵千金的病就不用治了。先生留步，我说实话就是了。实不相瞒，小女自幼顽劣，不裹脚，不学女工，天就喜欢些舞刀弄枪之事。1年前在外练习射箭时，不小心射中一人膝盖，那人回家之后不久便不治身亡了。我私心作祟，就将此事给瞒了下来。为了弥补亏欠，我暗中向那家人救济了不少衣食和20两银子。他们家本就贫困难保，还欠了别人不少钱。我此旨可谓是救了他们家剩下之人的性命，请先生明鉴。小女当时绝无害人之意，完全是误伤，请念在我等诚心悔过的份上，救小女这一次吧。办法我已说了，放进笼屉里，大火蒸上2个时辰，病自痊愈。这先生当真不是在戏耍于我？信不信由你。这个乞丐既然连1年前无人目击的事都知道，想必真是有本事的高人，倒不如试上一试。刘掌柜和伙计一起将昏迷中的刘小姐放进了笼屉中，生火大火。之后的2个时辰里，刘掌柜坐立不安，不时观察一下叶明的反应，但见叶明不是饮酒，就是逗猫，或是给猫灌酒。这么养猫，还没把猫养死，这猫命真大。在快到2个时辰时，忽然听到笼屉中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谁人害我？”声音传出的同时，笼屉顶直接被打飞，一个全身都是热腾腾蒸汽的女子从中跳了出来。云娘，你没事了。听到父亲的呼唤，刘云娘先是一愣，又保持着戒备的一对，没想到爹爹，你居然想害我，虎毒不食子，你居然想将我蒸着吃了，实在歹毒。刘掌柜面色一黑，一个脑瓜崩打在刘云娘的头上。哎呀，爹，你打我作甚？你这个死丫头，知不知道这几天差点吓死你爹？你要是死了，你让我怎么和你娘交代？
快给救你命的先生磕个头！救什么命？你还说你这几天气若游丝，怎么也好不了？爹都差点以为你要死了，可吓死爹了！啊，有这回事？我就记得我梦到一个仙人教我武功，我跟着他习武，结果练着练着就感觉身上越来越烫，我以为是仙人的考验，就一直硬撑着。后来实在撑不住了，就醒来了，发现自己居然在笼屉里被人蒸。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有邪祟隐贵千金入梦，想在梦中杀死他，占据他的身体。那这和笼屉蒸人有什么关系？笼屉蒸人可使阳气入体，引魂还身，自能破解那邪祟的法术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先生恩德。我不信，那仙人教我的都是真才实学，上乘武功，我看你才是邪祟，打断我习得绝世武艺。那我问你，你练习那所谓的上乘武学时，是否感觉越练越虚弱，越练越感觉力不从心？是，那又如何？上乘武学难以掌握，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我再问你，那所谓仙人一开始是不是不敢接近你？随着你越来越虚弱，他也离得越来越近了。这难道刘掌柜害怕那邪祟又上门，求叶明给个解决之法。叶明让他去城隍庙求一座神像便可。刘掌柜又问叶明需要多少银两感谢。无需银两，只需将你家的驴子送我做个脚力便可。我家并无驴子。什么？你家不是应该养了很多驴子吗？没有啊，我家从未。说起来，我在谈下这里之前，这里的确是一家大户养女子的地方。靠，卦没算准，白忙活了。泪灵躲在一边，身体微微抽搐，不是生病了，而是在憋笑。哈哈哈，没想到这个老魔头也有失算的一天，白忙活了一趟，啥也没捞着。好在刘掌柜也没有真的让叶明干忙活，赠送了一坛10年陈酿女王红。叶明掐指一算，分明只有8年9个月，哪有10年？先生弄虚作假。郁闷的找了个墙角品尝起了美酒，将美酒一滴不剩的全都喝光。叶明又再次卜算起来。榕树镇5里外有一座李氏庄园，专门饲养各种家畜禽类，为盐化府的大老爷们提供肉食。一个小伙子正为一头驴洗澡，旁边一个老年的长工嘱咐道：“你小子小心点，要是把庄主的宝贝驴子弄破了皮，当心按收拾。”知道，你都说好几遍了。老叔，你说咱们庄子里好处力也不少，庄主怎么就稀罕这么一头驴子呢？你小子新来的，不知道也正常。这么说，这里面还有事儿？那可不，李庄主因为从事牲畜家禽买卖，格外信佛，希望这些因自己而死的畜生们来世投个好胎，不要危害自己，因此十分乐善好施。有一个名叫李根的长工，在他家干了许多年，任劳任怨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李根家里老母亲病了，没钱治病，李根找庄主借钱，庄主大方借了钱给他，前前后后一共借了7两银子。老母亲是治好了，可李根也完全还不起钱，只能努力为庄主卖苦力。庄主感念他孝顺又踏实肯干，直接免了他欠的银两。李根大为感动，发誓来世化作一头驴子，继续为庄主干活。结果刚发完誓的第2天，外出放牛时就被不知哪来的猎人硬射中了膝盖，一命呜呼了。当天晚上，庄主梦到李根托梦，说是来世再报庄主大恩。庄主梦中惊醒，结果听说当晚家里的驴棚中有一头新驴子出生。庄主以为梦境应验，从此以后对这驴子大为重视。而那小驴子自出生开始就十分老实，干活相当卖力，一点不偷奸耍滑。庄主因此更加认定这驴子就是李根转世，取名叫驴根，凡出行必其此驴。这真是人转世变的。反正大家都这么说，庄主也宝贝的紧，应该查不了。要是我将来投胎转世，不知会变成什么。你小子少做缺德事，多积阴德，下辈子争取还当人。两人正说着，却听另一边院子有人在讨论什么庄园里来了高人。老长工和年轻长工也跟着一起去看热闹。一个乞丐模样的瞎子正为人算命，而且是不准不要钱。别说这瞎子乞丐真有几分本事，一算一个准。帮我算一下姻缘。你的姻缘嘛，很近了，半年之内就会出现。真的？那我这姻缘是好姻缘还是坏姻缘？你这姻缘分量很重。分量重？难道自己将要翻身，娶到富贵人家的小姐不成？不然怎么说是分量重呢？对，分量相当重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听到了吗？我的姻缘分量很重，说不定就被那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看上了呢。正在此时，忽然听到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：“都聚在这里干什么？活不干了，都滚去干活去！”众园丁们见到李管家出现，赶紧散了。等我将来翻身了，一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狗仗人势的李管家。庄主那么和善，就这个李管家不是个东西，最招人恨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
庄主就是不愿意换掉这个讨人厌的家伙。李管家喝退众人后，立马换了一副面孔，来到叶明面前。算卦的，能给我算一卦吗？算什么？算我的子孙福祉。你到目前为止一共生过3个儿子，2个女儿，大多夭折了，如今仅剩1儿1女。女儿出阁后会经历一些波折，但都能度过。见叶明轻易说出了他的情况，李管家连忙追问：那儿子呢？安然活过20岁不成问题。那20岁之后呢？你可以考虑好好培养孙子。听叶明这么说，李管家已然明白了什么，叹了口气。小儿今年已经19了，儿媳也已怀孕。5文钱。李管家知道规矩，从钱袋里摸出5文钱，交给叶明。先生，庄主有请。两人进了庄园内庭，见到了一身绸缎服饰的李庄主。商人是不允许穿绸缎的，这位李庄主明显逾矩。先生，请坐喝茶。不喝茶，不喝茶。先生真是有高人风范。上酒，上酒来。随后李管家退下去，安排酒去。听闻先生精于测算之术，李某也想请先生算上一卦。好说，不知李庄主要算什么？李某是个生意人，自然是要算财运了。李庄主财运滚滚，最近3年都只会赚不会赔。那3年后呢？天灾要防，人祸更要防。李庄主闻言，眼神闪动，不知在思考什么。李某还想请先生再算一卦。算什么？算李某应得如何？李庄主一脸紧张，他找过好几个所谓高人算过阴德，但都没得到答案。庄主应该不姓李吧？听到叶明这话，李庄主眼神一凝。李某以前姓崔，现在姓李。李庄主杀过人吧？还不少。不错，李某年轻时曾经占山为王。李庄主现在是在痛改前非吗？一开始开这庄园，只是为了隐姓埋名，退出江湖。可心里始终害怕，信了佛又恐惧于阴德有损，来世做不得人。要是成了畜生的话，请问先生，李某的阴德到底几何？恐怕庄主还要再积10来年阴德。李庄主松了口气，还有希望。那不知李某的阳寿还有几何？庄主可主动多做善事，加快阴德积累。李某谢过先生此番指点，今后必定多行善事，了结往日恶果。不知先生此番测算需银钱几何？无需银钱，但需驴子1头。驴子？李某这里驴子倒是有不少，先生说的是哪一头？就是李庄主想的那一头。一头驴子走在官道上，背上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倒坐着。驴子正是叶明和辛德的脚力驴根，乘着驴根一路往岩画府方向走去。根据他的占卜，岩画府中有一道较强的3尸气存在，虽然不知是哪一种，但都值得叶明跑一趟。进了岩画府，一个富贵大老爷一眼就看到叶明。高人，原来您在这儿啊！此人是赵员外，之前就是杨路明曾帮过他。赵员外啊，有事吗？高人，您能帮我算一算吗？好啊，算什么？算子孙福泽。叶明忽然露出一丝意外的神色，看了赵员外一眼。高人，可是我家又有什么事？的确有事，你今晚在房中不要睡觉，察觉有异常，直接找去便可，自可发现问题。发现问题，直接过去。要是有妖怪的话，那我岂不是完了？放心，让你直接过去，你自然不会有事。这高人，要不你也去比府小住一夜，如何？贵府可有好酒？有，我府上有最上等的好酒。对了，我的驴帮我看好为保了。高人放心，仙家坐骑一定给您照顾好了。一旁的乞丐都看呆了，万万没想到高高在上的赵员外居然会如此低姿态的对待一个乞丐。进了赵府，赵员外直接奉上好酒好菜，就连驴根都吃上了小麦。这可是普通人家许久都吃不上的宝贵小麦，现在居然用来为驴。叶明也是毫不客气，他发现大户人家的负面情绪一点不比外面的穷人差，尤其是嫉妒、攀比之气甚为明显，让叶明感觉很舒服。赵员外总是旁敲侧击，想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事，但叶明就是不说，只表示到时便知。到了晚上，赵员外也不嫌脏，非要让叶明进他的卧室休息，他自己按照叶明的吩咐坐在桌前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的等。前半夜无事发生，至后半夜忽然听到府中后院传出一声女子的尖叫声：“小姐，是二小姐。”去看看。直到二小姐房间外连声惨叫传了出来，众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儿，这声音好熟悉，是大少爷。家丁们连忙收手，再一看被打的正是赵家大公子。赵员外扶着叶明进来，一看被打的是自己大儿子，十分意外。再一看二女儿，脑子嗡的一下。此时赵家二小姐身上多处都暴露在众人面前，看样子刚才似乎遭遇了什么不可描述之事。赵员外坐在正堂，看着跪在地上的赵公子和几个平日里跟着他的恶奴。爹，我孽障，你住口！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回老爷的话，少爷他今晚在春香楼喝多了，说喜欢自己妹妹好久了，趁着酒兴回来，要和二小姐成就好事。赵员外闻言差点气晕过去。畜生，你们这群畜生，都是你们这群畜生害的，把他们拉出去，全部沉塘淹死。老爷饶命啊，不关我们的事，都是大少爷的想法啊，我们冤啊。爹，他知错了。爹，我是你儿子呀，你亲儿子，你不能，求爹饶了我这次吧，求你了。这时赵夫人从后院回来，娘，救我，爹要杀我，爹要杀我。还好阻止的及时，没到最后一步。
赵员外闻言也是大松了一口气，但紧接着他又看向了府中的家丁们。今天这事没法瞒下去了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虽说都是赵家家丁，但这些人绝不会保密，而且这些人中必然会有自己对家的奸细在。今日之事，恐怕明天一早就要在延化府中传开了。哼，你这畜生，你可知道你这一出，将我赵家多年的名声全都败坏了。老爷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必须要想办法解决此事啊。高人，您可有办法解决此事？我只管鬼神之事，人间事不归我管。赵员外闻言面露失望之色，知道这事只能自己解决。玉婉他被这么多人看到了身子，有失贞洁，如我赵家门风，当受家法。老爷，你说什么？玉婉她……我知道这对不起玉婉，可总不能因为她牺牲老大吧？要怪就怪她是女儿身吧。老爷，她是我生下的，也是你的亲女儿啊！你这样，如今的情况，亲儿子和亲女儿只能活一个，你自己选吧。娘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呀，娘，孩儿不想死啊！看着大儿子这副样子，赵夫人闭上了眼睛。玉婉，是娘对不起你。二小姐有失贞洁，败坏门风，命你们前去执行家法。此件事了，我也告辞了。哎，家门不幸，让您见笑了。赵二小姐万万没想到今晚会遭遇这样突然的无妄之灾，一直在被子中痛苦。母亲过来安慰，说会帮她出气，也不知父亲会怎么惩罚她那位亲哥哥。二小姐，吴妈，吴妈是她的奶妈，从小到大对她最好的人就是吴妈了。二小姐，对不起了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现在却又要我送你走。二小姐，下辈子投胎，不要再做女人了，女人苦啊！赵玉婉正奇怪吴妈说这话什么意思时，忽然感觉自己的脖子被掐住，而掐住她脖子的那双手，正是从小抱过她无数次的手。二小姐，对不起，我要是不听老爷的吩咐，不但我会死，我家几口子都会死。二小姐，不要怪我。赵员外命人找来一辆板车，连夜将二小姐的尸体运出城去，运得越远越好，最好扔到悬崖下去。两个家丁推着板车一路前行，最后到了一处偏僻无人的小树林中。就这儿吧。行，走吧。等等，干嘛？你不觉得二小姐长得很好看吗？能有怎么样？死都死了，这不是刚死吗？听说大公子都没成功，咱们是不是可以？你疯了，这可是死人。这才死多久，跟活人也差不多。再说了，这里就我们两个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能知道？可你不愿意那算了，你把风我自己来，这可是平时看都不敢看的二小姐啊。行，就这一次。我先说的，我先来。一人说着就要对赵玉婉的尸体动手动脚。就在此时，忽然听到一声诡异的声响在周围响起，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两人一个机灵，头脑清醒了不少。这什么情况？不会是有什么脏东西吧？你别瞎说，这里怎么会有？不待他的话说完，那冷风也刮得更厉害了。鬼，有鬼啊！待两人跑远，便见一只野猫出现在枝头，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。一头驴从林中走了出来，驴背上坐着一个乞丐，正是叶明。从驴跟背上下来，叶明走到板车边，醒来，醒来，莫要再睡。被他这么一敲，躺在板车上的赵玉婉忽然咳嗽了起来。瞎眼乞丐给落难千金说媒，怎料到了之后，那家人死了99个，只剩一个7岁孩童。这到底是出什么事了？现在天色已晚，家家户户都闭门谢户了，想找个人问也不成。一阵阴风吹过，叶明捕捉到阴差的踪迹。差使留步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阁下是何人？一个途经此地的瞎子而已。敢问阴差，此地发生何事？为何城中之人都畏惧一个妖物？此事源于3日前，札宜县不远处有一座札宜湖，是整个札宜县的水源地。3日前，札宜县大家族刘家家主刘氏大寿在湖上行船失踪，广邀好友来聚。结果在大寿当天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条鱼怪，这鱼怪中翻失艘游船，只是大的参会人员淹死湖中。做的那鱼怪的狗粮，刘家老家主以及几位公子小姐尽皆殒命湖中，其余参会者也是死伤大批。事后，鱼怪自称鱼仙人，要求县里每年给他献上牛羊猪的血食供奉，否则便断了县里的水源，渴死一县之人。城隍庙这边得到消息后，第一时间前去除妖，只是那鱼怪着实可恨，面对城隍庙的围攻，只是躲在湖里不敢出头。阴差们在外面可以拿下那鱼怪，但在水里却又不是鱼怪的对手，鱼怪只在水中出手，绝不一案。县城王大人亲自出手，也无法奈何他。这怪愈发嚣张，甚至扬言要让百姓给他立生祠。所以刘家基本完了。差不多吧。如今家里唯一的主家之人是个7岁小童，现在的事宜都是一个老管家在操持。老管家阳寿
咒一到，刘家也就完了。这鱼怪如此行径，莫不是打算化形？城隍大人也是这么判断的，现在正在亲赴城隍那边派增援来处理。杨公子，你在和谁说话？赵玉婉看不到阴差，只以为叶明是在胡言乱语。看来你和这户好人家是无缘了，今晚先休息吧，来日再为你寻好人家。赵玉婉听说不用去刘家了，反而开心了些。次日，两人看到一队人抬着猪牛羊肉往城外去。今天县里人要带祭品去河边，我们有口福了。祭品是给那妖怪的，我们有什么口福？这只是后招，以防万一用的，真正的招数在那边。顺着方向看去，见到一队衙役护着一个县太爷服饰的官员和一群僧人。这是不出所料的话，应该是那知县请了高僧前来降妖。原来如此，要是真的就这么屈从于那妖怪，我倒是真要看不起这一县之人。也不知是谁被一只猫吓得不成样子，现在居然敢说看不起一群人的话，当真是大言不惭。奴家是女子吗？这本就该是男人干的事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就要妄自菲薄？杨公子也看过这出戏文？听过，怎么你不信？戏文嘛，都是瞎说的，天下哪有女子能担当重任的？起码你现在就比寻常男子力气大，能做很多事。是吗？当然，比如你现在一顿可以吃下1头猪，如此食量，就是4、5个男子都比不过。杨公子，你又取笑奴家？闸夷湖外，一队僧人们在方丈的带领下，在湖边打坐诵经。在普通人看不到的空中，县城隍亲自带着阴差们在空中严阵以待，准备与鱼怪的战斗。快看，妖怪出来了！湖水中出现火防弹，鱼怪也窜着绿光。好肥美的鱼怪，这要是能吃到的话，死了也值。县城隍总是城隍一按上六僧人加大诵经力，不断对鱼怪施压。杨公子，这妖怪是不是要死了？这妖怪还有本事没用，想要除掉恐怕不容易。还有本事？是你们盯我的！众人见此，都是大惊失色。杨公子，妖怪逃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我看这妖怪还缺个活人祭祀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杨公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不急，这鱼怪受伤不轻，再说他还吃了那么多血食，接下来可有的受。吃的怎么了？你在那些肉里面下毒？那鱼怪精着呢，有毒的东西一眼就能认出来，只是给肉里面加了点蒙汗药。蒙汗药这对妖怪有用吗？量少了当然没用，可要是有足60斤呢。60斤？你们哪来那么多蒙汗药的？昨晚在县里仓库找到的，都是收缴的江湖帮派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想吃鱼自己下河抓去。我不要下河，讨厌水。你不去，难道我去？泪灵见此，恨得牙痒痒，但为了美味的大鱼，不就是下水吗？拼了！就在县里众人觉得除妖失败时，湖水中有血水翻腾，不多时就见一条龙头大鱼。更夸张的是，死去的鱼怪居然还会飞。不过不是鱼怪在飞，而是一只猫在叼着鱼怪在空中飞。一时间，关于此事众说纷纭，无数的传说传开。叶明驾着驴车，载着赵玉婉跟到山中。本来说给你买新衣服的，这次耽搁了，下次进城里再买吧。赵玉婉点点头，其实她现在也不是那么在意，感觉这身旧衣服也不是不可接受。叶明又随手卜了一卦，意外感应到了一股浓郁的3世之气。见此，叶明双眼微睁，露出一丝笑容。泪灵下意识缩了缩脖子，每次这个大魔头出现这种笑容，就一定有事要发生。两人一猫再次驾上驴车，前往叶明占卜之处。如今正值秋收之际，因为上半年的蝗灾，今年收成不怎么样，农夫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，一个个都是愁眉苦脸。集合，交秋粮啊！神剑力皮的村民们扛着大袋小袋的粮食来到村口集合。赵玉婉也是第一次看到收秋粮的官差。你3根交粮40斤。李三根不舍得将一袋粮食往粮湖中倒，这时一个差役一脚踢在粮湖上，粮湖中冒尖的部分粮食一下洒了出去。李三根见此大为心疼，就要去捧地上的粮食。谁让你捡的？想死不成？粮食洒了，洒了就洒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快，再添粮进湖，水粮不够，老子要你的狗命！贱坯子，快点！一旁的赵玉婉看不下去，杨公子，你快帮帮他，官差在打人啊！听到了，不是说了吗？凡人的死活我不会管的。那你又为何救我？因为你命不该绝。赵玉婉见叶明不管，站了起来，对着打人的差役喊道：“住手！”差役打人正打得爽呢，没想到还有人敢阻止自己，刚想发怒，却发现居然是个大美人，眼睛都看直了，正打算调戏一下，却被身边的主簿止住了。吴主簿是个有眼力劲儿的，见赵玉婉虽然穿的有些破，可那衣物都是绸缎，而不是粗布麻衣，身份绝对有些问题。你是哪家的小姐逃难，还是大户人家的逃妾？被吴主簿这么一问，赵玉婉一惊，眼神变得躲闪。吴主簿是个人精，一看赵玉婉的反应，就意识到她的身份有问题，嘴角露出一丝邪笑。这女子很可能是大户人家的逃妾，抓回去交由知县大人发落。吴主簿见赵玉婉虽然穿的有些破，可那衣物都是绸缎，而不是粗布麻衣，身份绝对有些问题。你是哪家的小姐逃难，还是大户人家的逃妾？被吴主簿这么一问，赵玉婉一惊。吴主簿一看赵玉婉的反应，就意识到她的身份有问题，嘴角露出一丝邪笑。这女子很可能是大户人家的逃妾，抓回去
交由知县大人发落。几个差役闻言，眼前一亮，这可是再好不过的借口。这样的大美人弄回县衙去，大家都能玩一玩。叶明轻叹一声，挥动手中竹棍，轻易将一群差役全部打在地，再往前一步，瞬间就出现在了吴主簿的面前。你可知我是谁？不知。我是灵璧公主座上宾，与她相交莫逆，你们竟敢公然袭击我，该当何罪？吴主簿听到叶明所言，当场吓尿了。要问灵璧府谁最大，知府都只能排第二，灵璧公主才是最大。放心，我是好人，不会为难你的，你可以继续收税粮了。此时的吴主簿恨不得长翅膀飞走，哪还有心情收税粮？这次在没人敢玩林间剔湖那一套，以最快的速度收完粮之后，一群人一刻不敢停地跑走了。杨公子，奴家不是有意利用你的，只是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那就罚你为我捏肩。赵玉婉闻言，面露喜色，乖乖为叶明捏肩。真正的好戏还没开始，一会儿可不要太冲动了。还有谁要来？稍后便知。村民们见官差们都走了，一个个如释重负，仿佛活了过来。老村长往叶明这边走来，就要感谢叶明出手相助。和尚来了！其他人也望去，便见不远处一群和尚过来，武僧们押运着好几车粮食，还有一堆书籍。为首的胖和尚笑盈盈的来到村口，对着村里人一礼。村里人却不怎么开心，一个个目光复杂的看着和尚们，眼中有痛恨，也有无奈。贫僧无法寺，悟得苦海无边。我似感知到山下民生疾苦，特带来粮食布匹，援助诸位施主。村民们对于他说的话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冷漠视之。不过我等僧众也是人，也许想用些许世间香火，现在就先来算算诸位施主欠下的香火吧。李三根，你去年借我4亿两银子用于儿子看病，按照9出13归契约，本该在今年2月还我4亿两3钱银子，但现在已至8月，逾期加贷，你现在应还我13两银子。李三根闻言，手都抖起来了。大师，我没钱呀，没钱。没钱，出家人4大皆空，一点银钱不甚在乎。你名下不是还有5亩地吗？把地契抵押了不就好了？5亩地，贫僧给你估高点价，就算5两吧，剩下的8两可以宽限你明年再还，不过利息还是要算的。听完悟德和尚所说，李三根吓得瘫倒在地，跪在地上磕头。大师，求您再宽限吧。我就这点的了，但再没了那就全完了。李铁石，你于年初借我3斤种子，按照约定，秋收时应还90斤粮食，先请交粮。名叫李铁石的村民扑腾一下就跪下了。大师，今天上半年闹了蝗灾，我家只收了100斤粮食，方才又被官府收去60斤剩下的只够我一家老小勉强度日啊，恐怕不能还您了，求您发慈悲，再宽限吧。还有40斤啊，那就先还了吧。说着，冲身后的武僧使了个眼神，2个武僧直接拿着棍棒进了李铁石的家里。家中一阵女眷的惊叫声过后，一个武僧提着一袋粮食出来，另一个武僧提着一个12、13岁的女娃出来。爹，救我！李施主莫要紧张，你欠的这50斤就用女儿抵了吧，一个女娃换50斤粮食，你可赚大了。一旁的赵玉婉看见这一幕，急得不行，想要上前阻止，可见叶明没有丝毫反应，眼中闪过哀求之色。杨公子，你那么厉害，就不能帮他们吗？只要你肯帮他们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哦，真的？真的。那我让你别管，你愿意吗？杨公子。叶明不回应了，只是悠闲地看着。等悟德和尚收完了账，村里大部分村民都是一脸颓唐之色。我佛慈悲，不忍诸位冻死饿死在今冬，贫僧这里有粮食布匹，诸位可以购买。当然，若是没有银钱，也可以先做赊欠，记个账便可。9出13归，外加利滚利，账目清晰，十分公道。尽管知道如果借了这些和尚的粮食布匹，来年会面对什么，可村民们还是没得选。借的话，明年可能会被逼死；不借的话，今年就要冻死、饿死。终于有人上前了，要借粮食。悟德和尚很大方地将他们方才交上来的部分粮食又借了出去。如此，悟德和尚将收账、布账之事做完。做完此事，悟德和尚看向叶明2人，见2人衣服破旧，又乘的驴拉板车，便以为是逃难过来。2位，我佛慈悲，若是2位生活艰难，也可到我寺借贷。说罢，口诵佛号，领着僧众们离去了。等僧众们走远，村民们一个个像是被抽空了精气神，犹如行尸走肉一般。杨公子，他们太可怜了，你救他们吧，求你了，只要你答应，我的身子都给你。赵二小姐，别急着哭，现在哭还太早了，眼泪先省一省，等一会儿有你哭的。村民们再没有任何心思理会叶明他们，就要各自归家。正在这时，却听到一声响亮的口哨声响起，紧接着就是马蹄声传来，有点稀奇。
是土匪来收存粮来了。村民眼中已经没有恐惧，只有麻木了。村民们也不急着回家了，就这么等着土匪过来。很快便见3匹马在前，上面是3个土匪头领，一群拿着刀抢棍棒的土匪在后，浩浩荡荡地冲到村子外。你真屌噻！你们今天怎么选的这么规矩？东宁爷爷派人救你们出来，自己就爱引这引我。搞规矩，全村走出1千斤粮食，偷得出来我们就吃下一家，走不出来就别怪我们动刀子。村长左右看看，叹了一声。凑凑吧。众人闻言，好几个人将刚才从和尚那里高利贷借来的粮食交了上去，如此才算将今年的岁粮交足，送走了土匪。村民们在村口伫立良久，见在没有下一波人来，这才如同一具具行尸走肉般归家了。赵玉婉早已哭红了双眼。杨公子，帮帮他们吧，他们太可怜了。我不会帮他们，但我要达成此行目的，说不定会伤害到那些和尚、土匪。我就知道杨公子这样的大善人是不会见死不救的。见稳住了赵玉婉，叶明往无法寺方向去。要知道叶明是魔，魔都是极端自私的，不可能去帮人做什么。作为一个合格的大魔头，叶明也绝不会做没好处的事，绝不会。到了山下，叶明让泪灵去山上侦查，自己隐藏了起来。山上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也去过寺庙上香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寺庙一般都有降妖除魔的手段，让他先去探一探。那泪灵会不会遇到危险？没事，他现在已经恢复到2条命了，死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会死？这么严重？那你还让他去？他不去，难道我去？反正听杨公子的意思，他有2条命，没事的。等了一段时间，一道黑影从林中闪过，发现泪灵已经落在驴根背上，嘴上还叼着一条蛇。救命啊！蛇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东西挺好吃的，回来的路上见到一条，就给你带回来了。我不要，拿走，快拿走！这么美味的东西，你居然都不吃，真是浪费。情况如何？这无法寺的和尚都是念经装样子的，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修佛法的，只是那大殿的佛像和后院的佛塔有些棘手，我不敢接近，不知里面可有修佛法之辈。这群和尚对佛法一窍不通，但敛财淫乱却是一把好手。我观他们后院中有大量财宝、米粮、地契、欠条，另有一处地下室，里面都是些被囚禁的妇人，小的12、13岁，20左右，供他们淫了。还有许多笼子，关着一些孩童，看样子像是在等人贩子来收。赵玉婉听着泪灵所说，瞪大了眼睛，都顾不上害怕。他们一群出家人，怎能如此？怎能如此？